Hello， 大家好，我是 Esther， 很久没有白天录过像了，因为今天是要吐槽昨天的事情。虽然周一真他妈给我忙伤了，怎么回事呢？是下午6点到7点要上课嘛，网课。然后那节课上需要我做 presentation， 也很简单啊，就是我说5分钟那个 presentation， 应付过去了，反正。然后教授还有点评，好像是我没有按照那个 design principle 去做，就没有他要求做吧。但我真的有点无所谓了，就是敷衍完就完了。I'm so tired of this shit。做完 presentation 之后上课，上完课之后开会，连续3个会。第一个是我们第一节课，就是课程一共就两种课，不是2种课，2堂课，周一上1堂课，周3上1堂课，就教授跟内容都不一样啊。然后这2堂课的作业，小组作业全部堆在周一课后做了，就是第一堂课的第一组开会过一会儿，第2堂课的我们那一组开会，弄完之后就是做 motion 的跟甲方开的会，就是虽然可能耗费的就是脑力可能并没有在做设计时候那么多，但是上无意义的课和做无意义的作业这个事情，我发现它对我的消耗特别大。就这个事情也不难，基本上都是靠 AI 可以解决的一些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一整个状态就是在赖床，就是赖到快早上12点才起床，虽然有一点困啊，但是也不至于赖到这么久，因为我10点多就醒了。起床之后呢，也是有点就是打不起精神，没劲儿，然后又吃了个早餐，结果因为吃早餐的时候喝了常温的水，我得喝热水，喝常温的水会拉肚子，然后我就拉肚子了。拉完肚子之后还是无精打采的，我就泡了壶茶，喝点热的，然后开始抱 Kindle 看耽美小说。这个小说我要推荐一下，叫《撒野》，我很喜欢，就已经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了。然后大概现在已经到了下午4点半了，感觉就是养精蓄锐活过来了一些，可以把这个视频录了。我真的我需要摸索出一种不再赶紧离开这个学校，停止做这些无意义的事情。虽然我觉得上班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是无意义的上班跟无意义的上学这2件事情 It's killing me, it's literally killing me。 这个我真的就是即便我可能在18岁以前在国内可能过的大部分时候都是这种生活，但不知道是因为身边人都在过这种生活，而且我还没有离开过那个没有离开过那个生活环境，没有尝到过不用做这些事情的甜头。之前我觉得那个日子我还真的是忍受了挺久的，但是现在我出国这么多年，已经品尝过不用做无意义事情的甜头之后，我觉得我回不去了。就是那一晚上对我的消耗，就我要用半天我才能缓回来。我可太讨厌上这个学跟做无意义的工作了。然后昨天还有一个事情我其实想分享的，但是昨天被消耗的太厉害，我就没有录视频。就是版主的会员群新出的一个视频，是让版主科学家记忆的那一个，就是他记忆中科学家人格，亚特兰蒂斯科学家人格要分享一下，就是亚特兰蒂斯时代跟现代医学的区别，挺有意思的。底下人做总结，我还没有听那个，就是2个多小时的2个半小时的聊天，我还没有听。然后底下人做的总结我看了，还挺长的。
有一段话我很喜欢，觉得可以分享一下。人鱼族群认为人类愚蠢，并非是因为缺乏资源或者智慧，而是因为人类会自相残杀，不愿探索自身潜能，被恐惧和忧虑绑架，画地为牢。科学家以未雕琢的宝石比喻人类的身体。去除工业时代教育使人们失去自我价值，只顾透过医美、化妆等外在方式装饰，却不愿向内探索和磨练自己真实的潜能和色彩。首先，我昨天第一个反应是，就是人们不愿意向内探索和磨练自己真实的潜能和色彩，这不就是我那天打荒野之息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吗？就是我不再会需要靠 Amiibo 给我刷好的装备来打怪，就是当我自身的打怪的技能上去之后，我就不需要再依赖好的装备了。就无论我的身外之物是什么，只要我足够强大的话 ，I don't need this thing， 就是手头有什么我就可以用什么，我就是这么强大的人。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我昨天第一个反应的感想。刚才的第二个感想就是，工业时代的教育使人们失去自我价值。可能昨天那个几个小时就是让我觉得没有自我价值的事情吧。我真的昨天就那么几件事情耗了几个小时，真的把我折磨得好疲惫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前2天我又是在洗碗的时候思考人生，思考到说今年的3个浪，你要么是被浪拍在底下，要么是 you ride on it。我突然觉得说我就没有那么害怕第2个浪的到来了，因为我想说我年初1、2月份的状态跟我现在的状态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我这4个月的进步真的是很厉害。就是我先真正的摆脱了拖延症，就今天休息啊，今天摆烂不算拖延，今天真的是要休息。我真的摆脱了拖延症，真的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坐下来我就可以开始创作。以前我真的是被我不够好这句话折磨的，说体无完肤吗？就是我之前创作上拖延是因为我觉得我抵在 DDL 之前那个紧急情况下出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会有这个迷思。第2个迷思是，如果我提前把东西做完，一没有那种紧急的状态给我做加持，第2是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可能会一直不停的想修改这个设计，因为我觉得它还不够好。我觉得之前就是因为受这2种心态的迷思，导致于我所有的创作必须得有个明确的 DDL 我才能进行。现在不会了，现在随时有个好的想法我就可以开始做。然后还有什么大的进步啊？然后我的制作动画的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虽然我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学习这个东西，也有学习了，就是我有去跟的 Frame by Frame 那一堂的网课，就是这个韩国人的网课，我去跟那儿画，但是只画了几节课，我就突然不知道怎么开窍了一样。就是我在想1、2月份的我跟现在6月底的我真的觉得我不会再害怕这个浪打过来了。如果一个浪能把我拍得这么牛逼的话，再来2个浪我不得上天去了。就突然对这个事情没有这么恐惧了。当然了，我还是希望接下来的浪可以让我彻底摆脱毫无意义的学校学习生活和毫无意义的工作生活吧。我在这里埋下这个愿望。OK，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See you guys.